欢迎来到燕子粉屋美妆教程，我是燕子。有人反映之前的教程细节太潦草了，想要学仔细点，所以今天给大家准备了有细节的底妆之粉底篇。因为是从2段不同的教程剪出来的片段，所以视频前后有些色差，希望大家多多谅解。一般情况下，打底的时候我们会用3种道具。第一个，也是最方便最便宜的道具，那就是手。手利用好，也可以上完美的底妆，但是普遍很容易涂厚或者不均匀，这会导致卡粉，而且底妆看起来脏脏的，所以初学者不宜。然后是海绵类，一次性海绵、海绵蛋、气垫粉扑等都属于海绵类产品。海绵不仅携带方便，干湿两用还可以做出不同的妆效，非常实用。第3种就是粉底刷。粉底刷的形状各式各样，根据肤质、粉底的质感，可以选择不同的款型。优点是妆容自然服帖，可以说是3种道具里服帖力最好的。缺点就是需要经常清洁，方法不对容易刷出刷痕。今天我会讲干湿两用海绵和扁粉底刷的用法。首先讲一下海绵的用法。上粉底前，先用打底液把面部的肤质整理一下，通俗的说就是遮毛孔。取米粒大小的产品，用指腹或者海绵轻轻推叠。这种遮毛孔的打底液不可以涂多，因为多了很容易搓泥。赶时间的人就可以这样1分为2，直接涂，简单方便。涂好之后摸起来表面丝滑，没有多余的产品就可以了。Erica 的皮肤是混皮偏干，T 区的毛孔略大，所以需要先用遮毛孔的打底液。天气热的时候可以跟控油产品一起使用。这个产品只需要涂在 T 区或者任何毛孔粗大的部位。用指腹或者海绵轻轻地推，这个动作帮助你把产品均匀涂在脸上，同时可以让表面丝滑。推的时候要顺着毛孔的方向，就是图里看到的红色箭头的方向。注意不能太用力，太用力的话反而把打底液带走，毛孔就没有办法隐形了。其实很多人都有毛孔的困扰，所以我建议先解决毛孔的问题，再去调色。毛孔没处理好的话，持妆效果就没那么好，而且容易看起来脏脏的。接下来要涂粉底了。选一款喜欢的产品，用海绵沾取少量，取一点推开拍打，让海绵均匀吃到粉底，上妆的时候会比较好控制。看调色板就可以知道已经很均匀了，这个状态就可以直接拍在脸上了。从脸颊开始，先轻轻地推，之后再进行拍打。推的时候产品会抚平毛孔，拍的时候产品就可以更服帖在我们的皮肤上，所以拍很重要。选择从脸颊开始涂，是因为这个部位的皮肤最厚，所以可以承载的粉底的量也最大，即便是失手没控制好量，也很容易挽回。接着涂 T 区，最后涂边缘。涂的时候要顺着毛孔的方向，这样更服帖。我们来看一下顺序和方向。鼻梁往下推，鼻翼两侧往外打圈，人中和下巴往下顺，额头往两侧推。推完记得进行拍打动作，你会发现持妆时间会不一样的。中心位置处理好之后，海绵上几乎没有粉底了，
那就用这个拍打轮廓，模糊界限，这样就不会有面具脸，发际线也不会有一层没涂匀的涂料了。对比一下就会发现毛孔和肤色改善了许多，真的是没对比没伤害呀。黑眼圈和痘印遮一下，上一下定妆粉，底妆就打好了。遮瑕的部分我会再出一道视频，这次我就先跳过了。海绵适合几乎所有人，包括初学者，所以刚开始学化妆的话，不妨试一试海绵蛋、一次性海绵或者气垫粉扑吧。接下来讲一下扁刷的用法。第一步永远是打底，该遮毛孔的遮毛孔，该补水的补水。底打好了再上妆，不仅能把粉底涂均匀，持妆时间也会比较久。用刷子的斜切面均匀沾取粉底，看侧面会发现上半部分是尖的，就是用这个地方取产品的，而不是整片刷子。产品进入底部的话很难清洗，清洗不干净又很容易滋生细菌，想想多可怕。粉底要一点一点取，取一小部分拉到旁边，让刷头吃匀，这样就可以了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从脸颊开始涂，顺着毛孔的方向推，然后拍打。拍打不仅可以拍掉刷痕，还可以让底妆更服帖。拍的时候要记得用斜切面拍。那什么叫用切面拍呢？就像这样，整个刷子贴到皮肤是不对的，这样不仅妆面会花，还很难清洗刷子。用我们沾取粉底的切面拍打就可以避免这些问题了。就像这样，有些弹性，但是没有过于用力的状态，就是最好的。这种扁粉底刷可以把产品涂得很薄，这也是扁刷最大的魅力所在。扁刷我一般推荐给干性皮肤的人使用，因为这群人用的粉底通常会比较滋润，延展性好，但是相对没那么持久，所以用刷子薄涂再进行拍打的话，既可以发挥滋润型粉底最大的优势，还可以延长持妆时间。底打好了，皮肤滋润有光泽，而且透透的。总结一下就是，先打底，再涂粉底，从皮肤厚的地方开始涂，用剩下的量涂周边。大家记住了吗？这一期的粉底教程到这儿就结束了，希望能帮到大家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